女人用杀猪刀在自己脸上割了一刀，接着她直接将双手放进了熊熊大火中灼烧，然后再将黑血一把抹在了脸上。接连的转了3圈后，她甚至把刀尖刺在了喉咙管上，而她觉得不够，更用另一把刀在其上面连砸数下，紧跟着一刀就划开了母猪的肉体。老高听后连忙示意众人可以刨祖坟了。首先由富豪对爷爷的坟地开始破墓仪式。안 돼요! 안 돼요! 안 돼요! 接着工人们迅速的用铁锹挖开坟头，并且他们每挖一下，女巫师就要用刀在母猪上划开一道口，目的是为了驱除阴气，替工人们消灾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工人们顺利的刨开了富豪家的祖坟。然而他们还不知道，这个棺材里面有一只凶煞的力，会给富豪的全家带来灭顶之灾。随后工人们把棺材装上车后启程前往火葬场，同时留下了几个人将坟坑填埋上。谁知工人刚下去，地里就钻出一只头顶长毛的小花蛇。胖子男见状被吓了一跳，但他却莽撞的用铁锹插了下去。不料这一下顿时引得天空乌云密布，周围的环境更是妖风四起，不一会儿就下起了倾盆大雨。要知道起棺下雨乃是大凶，老金急忙的将情况告知富豪，因为这突然的下雨导致火化要推迟了。富豪听后疑惑的问为何，他解释说在雨天火化属于风水中的大忌，会让亡者去不了好的地方。一向有孝心的富豪只好同意把棺材放到殡仪馆，待到雨停后再进行火化。但没想到这恰恰给了恶鬼的可乘之机。随后老高塞了一包钱给殡仪馆的看尸人，叮嘱他务必小心伺候，不能开棺。怎料这家伙看见这棺材是名贵的金丝楠木，要知道能用这种安葬的人都是非富即贵。于是他动了财迷心窍，用倒钩撬动棺材板想捞点好处。前来巡逻的凤吉见状急忙呵斥他别开棺，可惜还是晚了一步。据女巫师花灵表示，里面窜出来一个很凶邪的东西，并且能直观的感受到这东西只有暴力和憎恶，极有可能他会找上所有的血脉至亲索命。眼看是人命关天的大事，老金立刻驱车前往韩国首尔拯救富豪。与此同时，花灵开始准备招魂仪式。于是老高先给凤吉围上亡者生前的冥经，再给他绑上捆仙绳，用来禁锢恶鬼的魂魄。因为男人的阳刚之气，凤吉往往会承担着较为危险的工作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招魂正式开始。伴随着锣声的敲响，凤吉的身体也逐渐进入了状态。突然间，招魂草的掉落，凤吉的双眼陷入了空洞的现象。不明所以的老高看了一眼窗面的鬼魂，他才明白已经召魂成功了。邪灵看自己被控制住，愤怒地冲向女人，可花灵丝毫不慌，还和他开起来玩笑。但恶鬼接下来的话让他心生不安。그건안되지요。没想到下一秒凤吉就翻江倒海地呕吐起来。看来恶鬼已经挣脱束缚跑掉了。另一边，富豪远在美国的家里突然出现了异常，瘫痪的父亲对着窗前喃喃自语：在鬼魂的蛊惑下，他没有丝毫防备地打开了窗户，顿时一股阴气进入了室内。下一秒，鬼影就站在了老人的身后，并将手伸进了他的体内，死死掐住正在跳动的心脏。不多时，老人就死在了卧室里。接着，老人的妻子本来是一个人寂寞的跳，突然变成了和恶鬼欢快的翩翩起舞。随着音乐的停止，他也被活活的掐死。另一边，富豪的双眼发红，印堂发黑，这种情况显然是鬼魂要对他出手了。还没等他从惊吓中缓和，这时一通电话突然打来，得知是老金后，他紧张的心这才稍有平。무슨일이십니까？ 다행이네요. 그게 좀 일이 생겨서 제가 지금 좀 급하게 그쪽으로 가고 있습니다. 然而还没等他问出发生了什么事，这时外面敲门的人也自称是老金。 누구십니까？ 예, 접니다. 김상득입니다. 这一刻，富豪顿时觉得脊背发凉，他连忙询问电话那头的老金是否就在门外面，怎料得到的答案是连续否定。这诡异的一幕吓得富豪不由得后退起来。随着门那头急躁的敲门，男人就愈发的感到毛骨悚然，似乎恶鬼特别着急的要进来向他索命。而相反，电话的那边却是十分冷静，不仅很用心的安慰富豪，而且还耐心的教他如何应对。 대답도 하지 마시고 듣지도 마세요. 일단 창가로 가서 창문을 여세요. 할아버지가 당신을 지켜주실 거예요. 할아버지를 모셔야 합니다. 오늘 열라니까! 随着一阵阴风进到了屋内，电话那头的老金顿时发出邪恶的笑声，而富豪意识到这是个冒牌货时，却已经晚了。当他抬头，竟惊恐地发现自己身旁站着一个鬼影。这一刻，富豪整个人彻底傻了，他顿时浑身上下不由得冷汗直冒。而当老金冲进门的时候，男人已经被一双鬼手当场扭断了脖子。富豪死亡的消息发生后，他们启动紧急预案，即刻就要对棺材火化灭掉鬼魂，否则会死掉更多的人。不过事先要征得家属的同意才行。而现在唯一的话语权掌握在了姑母身上，
与此同时，恶鬼已经来到了富豪的儿子这里，他用鬼手朝着婴儿的丹田处不断的注入阴气，待到阴气完全侵蚀了婴儿的全身，到那时就会导致心脏骤停窒息而亡。然而姑母却不忍心让老父亲遭受火化的痛苦，殊不知另一边的婴儿已经逐渐快达到了心脏所承受的极限。在老金再三的诉说下，终于说动了姑母同意，而接应的老高得到消息后立刻启动了点火开关，随着一场猛烈的熊熊大火，不仅烧掉了价值昂贵的金丝楠木，也灭掉了凶狠残暴的恶灵，更重要的是保住了富豪最后的血脉。然而故事到这儿还没有结束，接下来发生的事更加让人感到毛骨悚然。不久后，老金得知胖子男在迁完坟后就撞醒了，因为他总是会做噩梦和出现幻觉，甚至还有一条小花蛇缠着他不放。原来他在迁坟时用铁锹斩断了一只奇怪的小蛇，显然是触犯了某种禁忌。于是胖子拜托老金找到那只蛇给其超度，否则他迟早会被折磨致死。无奈老金只好又来到这个吉凶之地，要不是胖子是自己找来迁坟的，他打死都不愿意回到这里。结果不挖不知道，一挖却把他吓一跳，只见蛇的脑袋竟然是一张女人的脸。然而这个惊吓却让老金发现了土中似乎还有东西，他疑惑地用手刨开了上面的土，竟惊讶地发现下面居然还有一个棺材。잡장이다。于是他立刻打电话通知了花灵师徒和老高过来。可诡异的是，棺材竟然是竖着葬的，而且挖出来后几人更是看傻了眼，因为这个棺材的长度足足有3米，即便几人都是专业的人员，也是头一次见识这种黑长直的棺椁。4人以为是之前富豪的同家族，于是便决定先将其暂时放到山下的寺庙中，再通知姑母过来安排后事。他们本以为又可以大赚一笔，但没想到会招惹来比恶鬼还要可怕4倍的邪祟。不多时，姑母就如期而至，然而她却表示不清楚这个棺材的来历。既然如此，几人也无话可说。在送别姑母后，他们打算隔天一早就把这不明之物送去火化。为了保险起见，花灵还在棺材的周围撒上糯米，再用马血与其融合形成法阵，防止里面有怪物出来。而老金也没忘记给小蛇超度的正事。随着凤吉念出的咒语，小蛇总算放下了心中的执念，去往了彼岸世界。此刻他们已经身心疲惫，好在大师给4人煮了素面和人参大补酒。接着他们一边嗦面条一边喝着热酒，享受着美好的干饭时刻。在酒足饭饱后，男人们纷纷进入了梦乡，而花灵则回到车上，告诉守护灵婆婆她有一种不好的预感。说完，她就沉沉的睡去。不多时，凤吉被一种强大的重力压醒，睁开眼后看到大师满脸流血，还说着诡异的话。而凤吉也意识到自己被鬼压床了，于是他右手在一旁画了个符文，这才让他瞬间清醒了起来。凤吉知道这种情况不太对劲，然后他急忙的来到大师房间查看，却发现人已经不在了。这一刻，凤吉隐隐感到不安，可检查了棺材房的门锁后却并没有异常。就在他刚松了一口气，没想到不远处响起母猪的惨叫声，于是凤吉立刻循着声音来到了猪圈处，竟惊恐的看见大师被一个鬼影砍掉了脑袋。发现情况不对，他急忙的叫醒了沉睡中的花灵，并表明出事了。可他担心凤吉会有危险，还是不顾一切的跑过去看看是什么情况。结果眼前的一幕让他们大吃一惊，只见明明完好的棺材上面出现一个大洞，应该是周围有法阵的缘故，因此怪物是从屋顶突破的。眼看事态紧急，花灵连忙让凤吉去把大家叫醒，而他则是来到了棺材旁边，缓缓伸手进去，居然拿出个日本武士的头盔。显然这个恶鬼的身份并不简单。可就在花灵思索时，日本鬼已经朝着他悄然逼近。花灵被这一幕吓得屏住了呼吸，不敢有一丝的轻举妄动。好在有房子的掩体，日本鬼并没有发现他人类的身份。違います。人間じゃありません。あなた様の部下です。花灵本以为已经蒙混过关，没想到转头就看见日本鬼在屋顶死死盯着他。眼看身份暴露，他迅速朝着屋外跑去。日本鬼顿时气急败坏地向他追击，可凤吉因就是心切，竟用武器直接捅了上去。这一下彻底激怒了日本鬼，他双手紧紧抱住男人的脑袋，接着再拂过凤吉的眼睛注入山气，男人瞬间犹如傀儡般失去了意识，再用手狠狠地插进他的腰子，随着血手的拔出，凤吉当场倒地不起。看图而不知死活，花灵也无能为力，毕竟此刻他也自身难保，而日本鬼也将他死死逼入了绝境。花灵本以为今天已经难逃一死，但没想到对方在看见僧塔后竟停了下来。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，日本鬼居然双手合十朗诵起了佛经，接着他全身就燃烧了起来，不多时便化作一团天火，消失的无影无踪。这一幕把2个男人吓得直接亚麻呆住，而振作起来的花灵面对不省人事的凤吉，只能无助的痛哭流涕。好在凤吉没伤到要害，加上抢救及时，虽然是保住了性命，但他一直处在无法用医学来解释的昏迷状态。于是花灵找到了师姐师妹，3人采用了捕获大法来试探他体内是否有邪祟，结果真有一只魂灵将凤吉的身体战死。同时老金和老高也发烧进了医院，并且电视新闻上播报了一系列怪事，有10几头母猪被粗暴的掏肾掏肝，可警方怀疑是野熊的恶行，而老金清楚的知道那可是比其要恐怖100倍的。
但他并没有坐以待毙，而是回到了老宅翻阅起了古籍资料。原来小日子为了毁掉韩国的风水龙脉，使其国运衰败，竟然假借土葬为由，在韩国土地上偷埋了很多铁钉，因此有无数的先人前辈组成志愿军挖出埋在地底的铁钉，或许找到并拔除墓坑下的铁钉，日本鬼这个隐患就会迎刃而解。于是老金扛起锄头独自来到了坟坑，他本以为这次可以立大功，没想到在挖了几锄头后，非但没找到铁钉，还把他差点吓破了。只见土里埋着一个铠甲尸体，正是那晚的日本鬼。回到家后，老金实在忍不住开始呕吐，接着他将事情的大概情况告诉了花灵和老高。不难猜测，日本鬼之所以回到墓坑是为了守护铁钉，但要想在其眼皮子底下拔出，相当于九死一生。毕竟日本鬼捏死他们如同捏死蚂蚁，可老金却说若他们不身先士卒，将会死伤更多的人。而花灵也觉得这是唯一能救凤吉的办法，他们已别无选择，只能殊死一搏。为了安全起见，他们都在脸上画满了符文，但三人并不会傻到直接上去跟日本鬼拼命，而是利用迂回战术。他们往地面丢上日本鬼最爱吃的香鱼，铺设出一条引诱到皱纹树的路线，再由花灵用法术幻象来拖住日本鬼。到时老金和老高就能趁机挖出地底的铁钉，接着用马血对其清洗，就能消灭一切的邪祟。与此同时，师姐在凤吉脚上画上护身符，师妹则在屋内贴上大悲符文，并且还准备了一只铁公鸡，关键时刻能为凤吉挡灾消难。很快来到丑时，这是日本鬼出没的时刻，周围的空气愈发的阴森，不多时，一只鬼手伸出来抓住了香鱼。与此同时，凤吉的嘴巴居然咀嚼了起来，看这样子是在享受美味。眼看日本鬼已经破土而出，花灵急忙用火点燃迷魂草，放进了树洞中。片刻后，皱纹树的四周就弥漫着浓烈的迷烟，而日本鬼也循着香鱼来到了这里。花灵立刻双手摸树，假扮成树仙。わしの山が物騒がしいです。この山は沖縄の山か。そうです。ここはわしの山です。クソタレの木のじじいじゃの。与此同时，老金和老高赶紧操起铁锹挖土找铁钉，他们必须争分夺秒，不容有半点耽搁。二人本以为能很快挖出铁钉，但没想到即使锄头挖烂了也没有找到，他们顿时有种不好的预感。然而更糟糕的，花灵是人类的身份被日本鬼识破。奸细，好在有守护灵婆婆为他抵挡了下来。花灵趁机就转身离去，但下一秒又让他感到愈发不安。只见日本鬼幻化成灵火，朝着老金的位置冲去。此刻他就犹如一只随时可以宰的羔羊。接着日本鬼就用手插进了老金的腰子。二人见状大感不妙，他们急忙的用马血倒在日本鬼身上。这一刻，老金才终于明白，原来日本鬼就是燃烧的铁钉。按照中华五行水火相克的原理，而湿木带水就是燃烧铁钉的克星。于是老金操起湿木，狠狠地朝着日本鬼踢去，果真能让对方遭受重创。接着他一鼓作气，直接将日本鬼劈成了两半。在此之后，老金虽然伤到了内脏，但好在保住了小命，而凤吉也能够下床行走了。所有人都回归到平静的正常生活。